什么是佛？什么是妖？见证了虚伪的天庭，有人选择顺从，有人自立门户。为什么灵山从来祥光瑞霭，山下却要经常遭受苦难天灾？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高高在上，有些人就只配磕头烧香？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啾啾。今天让我们来继续讲解黑神话悟空第3回夜生白鹿的故事。要说这第3章的故事啊，我们需要先从结尾的动画开始说起。黄眉为了证明人性本恶，他和金蝉子打了个赌，先将自己化作鳖精，让一个沿海村落的村民打捞上来，只要他稍微往身上一滑，就会掉下神奇的金银珠宝。不仅如此，他还可以拿出药物治疗村民，分泌的粘液还能让人一扫疲态，容光焕发，只要稍稍一动就能呼风唤雨，村民们甚至都不用开展打鱼工作。于是人们为他建立庙宇，将他奉为救世菩萨。自此，这个村庄有了新的秩序，前来上供香火的人络绎不绝，只要你付出一点代价，就能获得金银珠宝和财富。这天又到了集体进贡的日子，黄眉眼看时机成熟，便魅惑了一个村民，提着刀来做引发雪崩的第一片雪花。他在鳖精的身上划开了第一道口子，也是在所有人心中的欲望之上划开了一道口子。如果这些财宝被一夺而空，没有勇气上去捡的人，是不是会落得两手空空的下场？此时此刻，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一拥而上的村民。当欲望开了个口，就只有无止境的所求。反正法不责众，宁愿无形象的争抢，也不愿落于人后。至此，所谓的秩序已经崩坏。俯瞰整个祭祀的现场，就像是他的眼睛永远都闭上了。很多年以后，这个村庄成为了荒无人烟的废墟。一个熟悉的身影缓缓出现，这个人正是金蝉子。黄眉笑道：“这次的打赌又是他赢了。”金蝉子只是慢慢的说道：“祸乱人心，倒果为因。”黄眉为了向金蝉子证明人心本恶，将人往恶的方向去引，然后得出结论：世间所有人都被欲望纠缠，这怎么可能赌输呢？而这一章的主题本质上就是一场对欲望的讨论。上天赐给众生6根，乃觉察外界事物的工具，也是欲望的来源。金蝉子认为，正因如此，世间才有所谓的修行，为清净6根。黄眉和金蝉子之间的争论并没有一个结果，黄眉只是缓缓地说道：“若不能赢，还争什么因果人心啊？”这句话其实包含的信息太多了，想赢也是欲望的体现。金蝉子上一秒还在感慨黄眉为了赌局倒果为因，结果却发现这个人就连讨论欲望本身这场赌局也没能摆脱欲望的纠缠，所以他才会说：“师兄如此执着输赢，可笑可悲。”金蝉子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他是如来佛祖座下2弟子，因轻慢佛法被贬下凡间，转世成为唐僧。而黄眉呢，则是弥勒佛座下的弟子，因为入佛门比金蝉子要早，所以金蝉子管他叫师兄，并不是说他们拜的是同一个师傅啊。在佛门，师兄是一个万能的同辈称呼，所以这段打赌的故事是发生在取经之前。这黄眉本是弥勒手下的司庆童儿，趁弥勒去赴元始天尊法会之际，偷了金挠和后天人种袋2件宝贝，手里的敲磬锤呢，也化作了短软狼牙棒。在原著中，黄眉有一段口述：因我修行得了正果，天赐予我宝阁真楼。这天指的便是天庭。他告诉悟空，设计小雷音寺骗来唐僧也是要和他打赌，如果悟空能斗得过自己，就饶了他们师徒，继续西行修得正果；如果斗不过，他就要代替取经队伍去西天取经，果证中华。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你别看在《西游记》里这厮看着挺厉害，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实权。就连师父弥勒介绍他身份的时候，也只说是个敲磬的童子。这小西天本就是玉帝划给弥勒管理的地盘，黄眉只不过是在这狐假虎威罢了。他太想得道成佛了，只有成了佛才能证明自己是最强的。这里就和第1章的金池长老一样，只有得到了那件袈裟，世人方能知我尘缘已断，金海尽干。他自己在成佛上就有着无穷的欲望，所以才会认为世人皆有贪欲，是人心本恶。你看别人什么样，其实正是因为你自己就是什么样。在原著中，小雷音寺一难的剧情也颇有意思。师徒取经之路经历了1年多的安生日子，来到了一座与天相接、透冲碧汉的高山。只见山上有一处楼台殿阁，祥光霭霭，彩雾纷纷。师徒4人上前一看，竟是一座名为小雷音寺的寺庙。虽然猴子提示唐僧这里凶多吉少，但他却执意遇佛拜佛。没成想，这正是那黄眉设下的局，诱骗唐僧。他倒不是想吃唐僧肉，而是想要抓住这几个人，好代替唐僧去取得真经。唐僧、猪八戒、沙僧几人直接就被黄眉的手下给抓住了。孙悟空呢，则是被黄眉的法器金挠所困。他先是呼叫了5方揭谛、6丁6甲、118位护教伽蓝来帮他。这帮低级小神是在收服白龙马那一回的故事中出来自报家门的。
是上面派来护送取经队伍的保安，平日里呢会化作凡人样貌给取经队伍一些指导和帮助，比如在黄风岭的时候变成老妇人，拿药治好了孙悟空被三昧神风迷了的眼睛。但毕竟都是些底层的低级小神啊，确实拿着金脑没办法，大家各自分工，接地呢就飞到天庭找玉帝帮忙，请来了28星宿，其中亢金龙用尖角钻进金脑，孙悟空在脚上钻了个洞之后变小附在洞中，接着就被带了出来，出来之后一气之下用金箍棒把金脑给砸碎了，声音是震天响啊，把黄眉一众给吵醒了。黄眉出来自报家门，说出了想要取代唐僧几人去取经的想法。猴子笑着应战，两人打了50个来回，不分胜负。28星宿跟5方接替众神一起冲上来，把黄眉围在中间，结果他根本不在怕的，抬手从腰间揭下一白布大包，也就是弥勒的另一件宝贝后天人种带，就把一众神仙给收了进去，拿回寺里让手下们一个一个捆了起来。晚上孙悟空听他师傅哭得太惨了，说是后悔没听自己的话，于是便一个遁身法逃脱了绳索，又静悄悄的把所有人给放了。结果回去取行李的时候动静太大，又让黄眉给发现了，赶紧追出去，又是一顿恶战，打了大半天也是没结果。黄眉掏出人种带，又把这帮人给收进去了。孙悟空眼疾手快，看到掏兜，赶紧就跑了。那跑了之后还是得想办法呀，他找到了真武大帝请求帮助。真武大帝派出了手下的龟蛇二将和5位龙神去帮他，结果这帮神仙又是让那人种带给收走了。孙悟空哭闹之时，日值公草给他支了个招，让他去找大圣国狮王菩萨座下的小张太子来帮忙。小张太子呢带着4将过来，被黄眉嘲讽了一顿不说，又是被收进了大袋里。孙悟空真没招了，在山里哭哭啼啼，凄惨不已。这个时候弥勒来了，人家是专门来捉拿黄眉的，他教了悟空一个禁字诀，叫他把黄眉引到瓜田里，变做西瓜给黄眉吃。孙悟空钻到黄眉肚子里闹个不停，黄眉直求饶，顺势就让弥勒给收了。回到寺里，弥勒还把被打破的金脑给复原了。大家收拾一番，大圣把28星宿、5龙二将和小张太子与4将送回家后，一把火烧了这小雷音寺，继续前往西天取经。在黑神话悟空的故事中，取经之后，孙悟空拒绝成为斗战胜佛，与二郎神一战之后，孙悟空身死，花果山果然被铲平，猴子猴孙们也是受尽了苦难。其中有一赤口马猴找到了黄眉，黄眉呢也是很喜欢这只小猴子，不过与其说是喜欢，不如说是他喜欢被崇拜的感觉。原本呢小猴子还是挺犹豫的，但是黄眉说欲为诸佛龙象，先做牛马众生，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先穿袜子后穿鞋，先当孙子后当爷。他劝说道，你之所以受苦，还是因为不够强。若有那猴子一般的本事，吃苦的就应该是别人了。赤口马猴想到花果山覆灭后的种种苦难，也是心有不甘，最终拜黄眉为师，被他收入了大袋之中。晨光熹微，一缕缕阳光顺着缝隙洒进了洞窟，洞中的一尊尊佛像在昏暗的环境中被照得金光熠熠。一位身穿黑袍的小和尚在此睡醒，他一个翻身站起，四处打量着四周的28星宿佛像，一跃坐上台阶，化回了一尊小弥勒佛。而此时我们的天命人随着石像化形登场，开启了这次在小西天雪山境的旅途。沿着砒霜道一路前进，映入眼帘的是被冻死的僧侣。在雪僵尸的图鉴里，我们得知这里不空法师收徒都只给一件单布袈裟，并用标准话术 PUA 来来往往的徒弟们。他们冻死是悟性不够，但你不一样，你有慧根。还没等天命人细细打量眼前的场景，不远处庙屋顶上的一只猴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这猴待在极寒之地，啃着果子，甚是诡异。看到我们前来，也是后退了2步，并用手里的果子随手唤醒了路上的僵尸，与我们缠斗。追上前去，终于看清了此猴的真面目，竟是原本花果山孙悟空的元帅之一赤尻马猴。赤尻马猴使得一把长刀很是灵活，过程中还会炸响，再借机偷袭一手。战败之后呢，也是直接遁走了。我们继续向前，来到了岭中的寺庙，这里已经被风雪覆盖，渺无人迹。深入探索，遇到了一只红脸人头鸟，原来他就是小西天的土地公公。他猜到天命人是为了那个玩意儿而来，而且还帮天命人算了一卦，动不如静，有财无命。既然知道我们要送死，也不拦着点我们。在引神图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呀本就不是一正经的土地老儿，不守本分，不知五谷，偏偏喜爱卜卦问天。曾有旅人路过此地，他卜了一卦得一凶兆，问他怎么才能解，结果他故作神秘，说是需要重金才可以转祸为福，人家真就上了那个当，花了钱走了他指的羊肠小道啊，确实是安然过岭没错呀。但问卜之术岂在卦象，人心所向便是吉凶。总之在小西天土地的引领下，天命人化作了蝙蝠，和他一起飞过了重重高山，来到岭中一冰湖，照见
湖的小庙旁，我们要找寻的东西就在这个庙中。小庙四周的湖面结着冰，走近却发现底下似有什么泛着红光的鱼类在游窜。庙里的黄袍小僧慢慢悠悠地走出来迎接天命人，嘴里对大圣当年邀人来帮忙的事儿表示不屑。而我们呢，也不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猴子猴孙。他虽然长得像小弥勒，但大家有没有发现跟开头身着黑袍的小和尚不太一样？他穿的是一件黄袍，所以他不是弥勒，而是这一关的关底 BOSS 黄眉。小僧掂量着大包，表示装不下了，接着就放出了他的弟子亢金龙与我们一战。亢金龙本是28星宿之一，在《西游记》的时间线上，他用额头上的尖角帮助大圣顶开金挠，将其救出。但之后的某一天，黄眉回归小西天举办盛大相会，结果28星宿之一的卯日姬突然失踪。亢金龙下界赴会，并查访卯日姬的下落，这一去便也音讯全无。如今在这里见到，想必也是被那黄眉蛊惑，收入麾下。一猴一龙在冰面上展开大战，亢金龙不仅能近身甩尾咬击，也能口吐龙之吐息，飞天召唤闪电打出雷劈。可在天命人一棍一棒的敲打下，还是败下阵来，重重的摔在了湖中，砸碎了冰面，连带天命人一起落到了冰冷的湖水中。恍惚之间，天命人正在逃跑，身后的赤袍马猴长出了黑色的翅膀，举着长刀正在追杀。背后有神秘的声音说道：“入了此番轮回，就别再想轻易涅槃。”正当对方要下死手之时，天命人忽然惊醒，发现自己此时正身处浮屠界的牢中。在牢房隔壁，我们能遇到一个看似被关押许久的人，他的门有紫色的法术封锁，已经失去了想要逃离这里的欲望，躺在地上劝我们也摆了。但这区区地牢哪管得住天命人啊！一路过关斩将，从地牢中逃出，来到了上层。我们在一个布满佛像的房间里遇到了魔将莲眼。大圣国师王菩萨座下有一位弟子，唤名小张太子，也就是原著中日职公草让孙悟空去南赡部洲须弥山平城寻找的那位救兵。国师王菩萨底下还有4名部下，被称为4大神将，当年也是同小张太子一起前往小西天帮助孙悟空对抗黄眉。首先我们说说第一个遇到的莲眼，他是4将之一的第4位。莲眼自恃高慢，结果金身被黄眉打碎，并且在黄眉的蛊惑下看到了佛光，忘记了真言，选择堕落。莲眼本是菩萨之眼，象征着清净无染的智慧之眼，能够看透一切虚妄，直达真理。而介绍中的诸法空相，不增不减，出自佛教心经，意为万事万物的本质不会因为外界影响而增减。可如今莲眼被黄眉腐化，看不到真相，甚至看不到自我。魔化后的莲眼诡异的触须从伤口处伸出，他手持法杖，法杖和背后的圆形法阵能射出道道激光和飞弹，时不时还能进行瞬闪与我们拉开距离。将他击败之后，牢房里的所有紫色封印都会消失。回到先前的牢房，隔壁的房门被我们打开，原来躺在这里的就是曾经带领4将帮过孙悟空的小张太子。他惊讶于我们击败了曾经手下的将领，在此他希望我们可以帮这4将解脱。小张太子告诉我们，是黄眉假扮弥勒骗他们来小西天赴宴，他为了保全本心自废耳目，才没有受到魔音的侵扰。但部下4将都沦为了妖怪的鹰犬，1将被蛊惑口吐魔音，2将被扭下头颅，3将被打断手足，4将则被扎穿了身躯，非常凄惨。在小张太子的隐身图中可以看到这么2句话：祖居西土流沙国，其父原为沙国王。之前沙国王苦苦寻找的3儿子，当年在诀别之后竟决心去学习斩妖除魔的本领，可惜他既没有机会回到斯哈里国拯救国家，原本的子民也被诅咒成鼠，成为他记恨的猎杀对象，真的是残忍的现实啊。在原著第66回中，小张太子和手下的4大神将就已经作为孙悟空的援兵与黄眉进行过战斗。在战前自报家门时有这么一段：小张太子报出名号，他祖居流沙国，父亲就是沙国王，后来和大圣国师王菩萨修炼长生不老之术，收服了水母娘娘。而黄眉听后嘲笑他为了长生不老放弃国家，修行后只收服了一只水怪。听罢，这小张太子和4大将 A 了上去，结果直接团灭，通通被吸入了人家的大包里。可以说他们5个本就是黄眉的手下败将，在黑神话里是再次失败，下场也更加的悲惨。还记得之前在沙门村和房子里的村民对话的内容吗？村民让我们去找的3王子其实就是这里的小张太子，因为之前在沙门村把门口的2只双头鼠给灭了，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张太子的旁边躺着一只胸口插着匕首的双头鼠。拔下匕首，天命人获得新的变身法术灰折。再往上去到轮藏处，塔内巨大的房间里赫然出现的是魔将妙音，他也是4将中的1将。妙音意为佛陀或菩萨说法时的声音，有静心启智开化之能。他
他觉得自己能跟黄梅辩经，结果辩论中不断踏入黄梅埋设的陷阱，从而被蛊惑腐化，不断传播着黄梅的邪说。妙音也就成了魔音，腐化着曾经的战友们。在浮屠界探索的时候，时不时会出现一阵阵恐怖的声音笼罩此处，扰得天命人头脑发昏，眼睛发出红光，视线范围所见之物灰白一片，其实就是被魔音给侵蚀了。在每层我们见到的掌灯玉石，就是曾经由那让黄梅收服腐化的魔音魔化而来。这里呢，我们如果在击杀妙音之前杀掉所有的掌灯玉石，便能获得法宝吉祥灯。妙音能从头部的石盒中放出激光，1道、2道、3道，甚至能洒满整个场地。蓄力一击，砸出声声震荡。一阵苦战之后，天命人将其击败，盒中的魂魄飞散，终于是得到了解脱。而4大将的其他2将则不在浮屠塔，二将劫波在小雷音寺的门口。劫波是佛教中的一个时间单位，一个劫包含了世界的形成、存在、毁灭和空无4个阶段。劫波这个词可以表示时间的无尽与宇宙的轮回。他在与黄梅的战斗中被打爆了头，飞溅的鲜血交织成万朵血莲花，弹指一轻，刹那芳华。他也沉醉在这刹那间的美妙之中，陷入了疯魔，成为了不断散播血莲的怪物。3将望相和其他3位战友不同，他并没有被腐化疯魔，而是战至最后一刻倒在了这冰天雪地之中。望相是指虚假的幻觉般的现象，在佛教中以为世界的表象，没有智慧的人不能看透。图鉴中的介绍是这样说的：原本自命不凡的望相被黄梅卸了4肢，而望相心中却领悟了真知，在生死之际还能达到保持内心的宁静。而因为对同僚的感情和对黄梅的仇恨，他的骨肉没有消散，留在这冰天雪地之中。不同于其他3位同僚，正是看透了表象，他没能被腐化，反而抵挡了迷茫。可以说他是那一次唯一一个硬刚黄梅没有被腐化的。小张太子若不是自废耳目，不然也不是对手。4位神将名字印证了他们的命运：连眼看不透虚妄，劫波沉醉于刹那，妙音沦落为魔音，望相寻到了本质，才战至最后，令人唏嘘啊。离开了屠夫界，穿过了冲寒道，我们在安身寺内再次遇到了赤尻马猴。他正伺机发护在葫芦道人周围，但碍于仙法释放的火圈无法靠近。我们也是就此与他开展了2番战。赤尻马猴依旧没有变，临近战败之时立刻挥刀遁走。而道士也是邀我们坐下，并教了我们一手安身法，也就是他刚刚表演的火圈召唤之术。穿过寺庙，一路滑下雪山，在一个高坡之上，我们一眼看见有个巨大的金挠被2个小山峰顶住。山峰之下有一女子正在和金挠中的元帅对话，女子希望对方归顺，并威胁再拖下去可就要被化为血浓。可金挠中之人则油嘴滑舌，不愿投降。眼见蓝硬的不行，女子则劝说能与其师父同修大道。这位女子其实就是之前我们在冰湖上大战的亢金龙，但是对方却点出了亢龙星君师傅黄梅，获得了他师兄的玩意儿，功力大涨，连他这样的冬天小官也被训得服服帖帖的。谈话之间，金挠从里面被敲响，震出的声响引得地动山摇。仔细一看，却发现几人脚下的山不完全是山，竟是在一只巨型大龟的背上。此处便在小西天的苦海之上。亢龙星君此时也是发现了在一旁的天命人，这回面对人形的亢龙星君，他依然使出了一手震雷和电击，迅雷舞电的招式丝毫不比龙形态懈怠半分，还能化回龙形，在空中招来阵阵雷劈，整个崖上电闪雷鸣，似无一块能安稳落脚之地。战斗中，亢龙星君的头发也是逐渐发白，在一番死斗之后，他化为龙形就要逃跑，但被天命人一跃其上，对着头部一顿拳打棒戳，最后驾着亢金龙一头撞上了原本被夹住的金挠。时过境迁，亢金龙的脚再一次撞开了金挠，不过这一次从金挠中被释放的不再是悟空，而是他的好师弟天蓬元帅朱武能。这亢金龙经此一役也是彻底凉了。当年卯日星君突然失踪，适逢黄梅回归小西天举办盛大相会，广邀诸位妖魔神佛同来参加。亢金龙请旨赴会，同时秘密调查卯日姬的下落，结果却是被黄梅设局给抓了。等了很久也没有盼到星宿们下界来救他。黄梅点破他不是为了卯日君而来，接着打开了后天人种袋，告诉他里面有他想要的大圣灵根，让他自己进去瞧个明白。等到黄梅再次将其放出时，星君已变得痴痴傻傻、愣愣怔怔。网上对此有一种言论，说这10尾金鱼代表鱼水之欢。亢金星君体验过后才发现世间还有如此美妙的事情，于是便拜了黄梅为师。我觉得黄梅作为极乐法门的推崇者，这么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有那么一些的局限了。何谓极乐法门？在黄梅与金蝉子的一次辩论中，黄梅认为穷苦人家的父母为了生存一子而食，哪怕悔恨终身；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为了色欲祸乱人伦，哪怕顷刻暴毙；博学多才的学者为了青史名誉诛除异己，哪怕失势后千夫所指；赫赫战功的将士为了滔天利欲屠城灭族，哪怕寝不安息。
这些都是正常合理而且应该这么发展的。这苦乐悲欢的无尽循环，永不知足，永不停息，正是世界繁荣盎然的缘起。不管以后怎么样，现在先快活了，活在当下，哪怕饮鸩止渴。所以说，亢金龙在人种代里面具体发生的是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也被黄梅这种放情纵欲、任悠游的心态给说服了。只可惜走火入魔，毕竟黄梅的极乐法门也不是什么正道佛法。说回刚刚被我们解救出来的猪八戒，这小猪的身高只将将够到天明人的腰，但大摇大摆的嚣张气势却并未削减毫分。指挥着让咱们让个位置，并走到了亢金龙面前，就是两脚，妥妥的抢走了胜利结算界面。而他口中的又是这个模样，又是这个哑巴，似乎是在暗示天明人有很多个已经重复了几道的轮回。他的到来呢，则是花果山老猢狲的指示，说是要凑齐6根就能救活大师兄。哎，别急别急，咱们马上就要凑齐一半了。俩人来到了龟将的头部，八戒心疼龟老弟在此被封多年，是要砸了那庙帮他的蛇兄弟报仇。很快来到了苦海北岸，刚靠岸，龟将便仰天长泣。龟蛇本是天庭的二将，在小西天的苦海之上讨伐黄梅，一个喷水，一个喷火，刚占了上风，结果黄梅将腰间的搭包解开，放出了一条10尾金鱼和金身佛手的异兽，俩捉对厮杀，四者打的是难解难分。黄梅用念咒召唤了寒风大雪，龟蛇天性御寒需要蛰伏，哪怕成了神仙也会被天性所限。打斗间逐渐力倦神疲，力不能支，就连眼睛也睁不开了。龟将敌敌不住，沉入了水里。闭上双眼时，他看见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漫天的霜风寒刃，让蛇将无处可躲，在岸边被斩成了数段。两人来到岸边，先是遇到了八戒的旧友陈龙。陈龙手持莲蓬，也会使电，时而飞天丢电球，时而潜龙在渊打出电爪。好在这一战有老猪相助，敲敲打打还会帮天命人奶血。陈龙被一顿胖揍，开始破防，神仙做不成，还要被猢狲欺负，吵着闹着要吃虚狗老弟的还魂丹药。在此间隙，我们在一庙中救下了一位斗笠和尚，此人声称在山中寻宝，但是遇到了妖怪。都说此处是西天佛国，但为何都是妖魔？你说的对，但我有理由怀疑你有问题，还要我们在他再入险境的时候伸出援手，烦死了！经过一番波折，我们给到了陈龙丹药，哪想他随手一丢，从兜里掏出一副神秘画轴就消失不见了。转眼间，天命人被吸入了画卷，刚入卷中又见到虚狗在此卖药，银虎、陈龙皆在卷中。天命人还受邀和练刀的银虎切磋了一下，大刀攻守一体，蓄力挥斩，似把天地劈开，越空一击打得大地龟裂，冲天崩势，刀刀烈火毫不含糊，乘风心碎，攻势凶猛，应接不暇。一场酣战过后，虎哥借口兵器称不上他的武艺，天命人呢也是接过兵器抱拳道谢。至此，我们学会法术乌川，使用后可以化作银虎作战。回到苦海，沿着岸边，我们走到一处开阔地，此处布满了纤长的巨型生物尸骨，这便是之前提到战败的蛇将的枯骨。深入探索，我们遇到了守在此处的无量符，传说中金身佛手的异兽便是他了。无量符能从口中喷出寒风将人冻结，也能跃起猛击，用符翼扇风。但我们可不是孤零零的一个猴，身边还有八戒的帮助。临胜之际，无量符飞起逃走，而此时远处的龟将看到兄弟的尸骸，仰天痛哭。但斯人已去，蛇将早已遁入轮回，巨大的泪水化作龟泪被我们收下。两人继续前行，穿过界与狼，八戒一路扛着钉耙杀敌斩怪，好不威风。到一开阔地的亭中，见到了一位蓝袍小僧，贫嘴的八戒上去就是与他一番辩论。小僧说道：心诚则圆道，圆道则佛现。而八戒似乎还放不下当年唐僧硬要进入雷音寺拜佛结果中计的事情，表示平生最嫌这些表面功夫。小僧却不急不躁，心不诚山不开，心若诚路自来。眼下一时之间不知道去了哪儿。不过刚刚小僧说过，两位施主不如四处拜拜，于是一猴一猪沿着亭子绕了整整一圈。一路上八戒还在嘀咕着当年唐僧见佛便拜被黄梅抓了的故事，想来应该对这地方还是有点 PTSD 的。拜完4尊大肚佛，外面传出了声响，再次回到亭子，八戒质问黑袍小僧路在哪儿，但小僧远眺空溜溜的山处，解释道路一直在那儿。这下可是让八戒失去了耐心，破口大骂：他有慧根，你心不诚。成你个奶奶！哦，你莫不是那老贼变的，专来作弄人来？吃我一耙！在小僧的嘲讽下，八戒号称拱也要拱出一条路来，让我们先行一步，约在山顶汇合。沿着山脚的楼梯，我们一路向上前行，终于在一处缝隙内找到了通往山中的路。通过一条长长的小道，我们来到了极乐谷的一念壁。再向前走，迎接我们的是不白和尚。他本是陀螺庄的一个丑角，因不甘身份想当英雄角色，又被所有人嫌弃没有正气，一来二去的，他觉得是自己的面相原因，于是偷偷守在小巷，用带毒的匕首将半英雄
雄的唱戏人给杀了，并剥下面皮，旁若无人的登台继续唱戏，结果被众人团团绑住，送去了千里外的寺庙。后来被院主收留，赐予了不白的名号，甚至还为他独创了一门独兵双修的功法。在这里，不白的武器根据周围环绕的颜色也会切换成寒冰或剧毒的攻击状态。不白在第一次战败之后会遁走，我们在山间深入探索之后会再次遇到他，经过2轮比拼，终于是将他拿下。接着我们穿过山谷，进行一段超长距离的滑雪，来到了极乐国谷底的快活林。在这里呢，我们遇到了老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浪里个浪，这回呢已经是小冰蛙的形状了，伸出的冰舌能有冻住人的效果，熟悉的口吐寒风以及扫堂蛇一如既往的被我们拿下了。继续探索，我们被一个挂在尸体上的狐皮给叫住。他本是山中修炼的狐妖，一心想要成为人，谁料那日觅食中了猎户的陷阱，朦胧中被书生前来救回家中养伤，心中满是感激，本想待身体健康助他求取功名以报救命之恩，没成想书生南柯一梦，梦醒后将他残杀，留下孤魂不散。这也是第2章结尾的动画所讲述的故事。狐妖在此后苦苦寻觅，得知书生遁入空门，就在这小雷音寺中。说完，狐妖让我们取他的毛发，带他一同前往，欲解开多年心结。来到醉叶塔林，天命人看到一在此受冻的僧侣，赶紧释放火圈救他于冰天雪地。得知他在寻找佛祖100年种下的瓜田，并且推测瓜田就在山崖之下。深入无忧涧，遇到了怪僧不能。传说他曾经拳法超群，寺中无人能敌，但因为与黄梅争辩圣敌之道，至今被反绑双手，不愿低头。而在战斗中，不能先是仅用双脚和头锤应战，之后自行挣脱双手，全力对敌，手脚并用，出拳有风，但还是倒在了天命人的脚下。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之前僧侣苦寻的瓜田处。刚走进山洞，背后忽然跃出翠丽武师，他觉得小小伎俩就能把咱们给骗来，怪大哥看走了眼，开始怀疑我们当不成天命人，和我们打作一团。翠丽武师的武器是大铁圈，不仅能旋转投掷挥击，还能自动追踪，身下流火，一个变脸，甚是高级的法器。战败之时，嘴硬说天命人是莽夫，转着铁圈直接就传走了。不是奇异博士啊你！人刚走，脚下就绿意盎然，植物疯长。恍惚之间，这里居然真的变成了瓜田。黑袍小僧再次出现在背后，非常惬意的举起一个西瓜，劈成2半，分给了天命人，一把把我们吸过去，授予了一个新招镜字法，类似定风珠，也是对抗官邸黄梅的一大妙招。一阵白光闪过，这里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那瓜田高僧似是过眼云烟。深入长生大道，地上就是巨大的魔将望相的尸体。继续往前，来到雷音寺，在此把守的既是四将最后的魔将劫波。劫波的身体只保留了躯干和下肢，背部绽开犹如花瓣，攻击时双脚踩地，绽放出朵朵血莲，或是从身体中发出各种血色的飞弹。我们很轻松的就将其失重撂倒，一顿敲打之后，终于是将四将完全解放了。进入小雷音寺，一路向前，我们先是在偏殿里遇到了生性懒惰的不敬，连他的神隐图故事描述中都是一副通过偷懒因祸得福的摆烂人故事，打起来自然也是不太费劲了。继续在寺庙中探索，我们又遇到了第3次碰面的马哥，他居然因为在黄风岭一无所获来求黄眉老佛，结果看似又被狠狠 PUA 啊，开始觉得自己此生一直都在为了他人虚度了光阴，现在开始也要在这里自得其乐，逍遥自在，还反过来劝我们也留在此地做个同门。那我们当然是置之不理了，直奔下一站，毕竟有人岁月静好，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在一处寺庙，我们找到了不空，他便是之前白狐要找的书生。当我们化形为白狐前去看他时，不空既有些害怕又有些生气，嘴里念叨着什么日日诵经，为何还是要索我性命，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当时有多心痛，我佛慈悲，让我再超度你一回吧。说罢便与天命人打了起来。其实不难看出，不空的脸上早已长出了触须，似人非人。在故事中我们得知，其实不空是最早出家追随黄梅修行的，极少从佛殿里出来，似乎有念不完的经，想必白狐一事多年以来都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啊。在与不能的辩论中，他还自我安慰，为了大道杀生便是无罪，但老僧毕竟是老僧，很快他便败下阵来，临死前还不忘念叨，妖就是妖，无可救药，冤有头债有主，哪怕遁入空门也是无法解脱的。接着我们回到小雷音寺的大殿之前，最终一战即将开启。推开大殿的大门，黄袍小僧依在这里等候多时，见天命人再次找上门来，便说起了与同门金蝉子的故事。金蝉子看不得灵山祥光瑞霭，山下却遭受苦困天灾，后来他重入轮回，成为了大家都知道的唐僧，但现在徒弟死的死，逃的逃，连他自己也躲了起来，这更是坚定了黄梅自我成佛的信念。是的，他认为那场赌局是他赢了，你唐僧普度众生，徒弟每一个有好下场，而我黄梅投靠我的人越
越来越多，真是可笑。殊不知他早已被欲望和执念侵蚀得不成人样。谈话间，大殿大门紧闭，黄梅转眼间变成了老佛陀的样貌。既见未来，为何不拜？弥勒佛作为未来佛与过去世的迦叶佛、现在世的释迦牟尼佛并称为佛教树30佛，而黄梅原是弥勒佛座下的童子。这里呢也是有想要取代弥勒之意。这黄梅手持狼牙棒，锤锤砸出电花，嘴里说着不识宝贝，只与你实打比个雌雄，实则不讲武德。一回合打完，拿出法宝人种袋，说什么专为迷途之人准备，就把天命人直接给吸了进去。掉入袋内，我们才逐渐明白先前几个有名有姓的赤口马猴、亢金龙、老马等人为何都被洗脑。袋内血雾泛滥，边壁上几个圣人的佛像正注视着袋中人。在此等候的不仅有已经几番交手的赤尻马猴，还有许久不见的八戒。二人合力再次对抗长了黑翼的赤尻马猴，同时背景里还有黄梅在代拜的声声说教。杀生仇恨无处纵欲诛刑了无生趣。胡言乱语，你也就偏偏着后者啊，咱可没有啊！在八戒的火力支援和治疗帮助下，我们终于是战胜了赤尻马猴，高举起他的长刀，狠狠刺下。这里像极了之前恍惚间我们看到马猴所做出的动作。在黄梅的声声催眠下，天命人的形象也逐渐变成了赤尻马猴的样子。我们被黄梅的巨手从袋中拎出，丢进了前面的佛殿模型中。殿中的小佛雕着了魔一般开始攻击我们，一路跑到了小殿的中央。小号黄梅出现，再次与我们再战。现在的黄梅还能金身护体，活像一尊金色大佛，同时还诉说着他的梦想，他要创造出新的极乐世界，释放出电闪雷鸣，自诩是天意，是天命人的地狱。在战斗的尾声，他喊出了一句：梦该醒了。醒的是谁？什么梦？但至少现在不是天命人的，因为在一场恶战之后，我们再次打败了黄梅。只要你还在为他人而战，也会死在他人的手上。我黄梅只为自己。说罢，他便推门出去。门外竟然是最开始我们与亢金龙战斗的赵建湖。黄梅一边叨念着不会输不会输，只要我再用一次猴子的宝贝，一边踉踉跄跄地向岸边跑去。可冰面突然裂开，黄梅一整个掉入冰冷的湖水之中。这下角色互换了，我们在冰面上观望。此时黑袍小僧，也就是弥勒佛出现在了身旁。他解释道，是这孽畜拐了他的宝贝下界，借大圣之力把后天带炼成了销魂夺魄的邪宝，还化作了他的模样，诓来了许多旧仇，想逞能报复。但八戒前来插话，他表示并不相信这黄梅能连拐弥勒佛2次。OK， 闲聊结束，接下来的重中之重就是回收悟空的东西啊。弥勒拿来9齿钉耙，变做了鱼竿，将湖中的10尾金鱼钓出，这便是大圣6根之一的鼻秀爱。画卷中呢，也是为我们展示了原著里出现过但游戏里没有的5方揭谛、4职功曹、6丁6甲、118位护教伽蓝。只可惜真武大帝的龟蛇二将再也无法合行。黄梅，你真的不干好事啊！我认为这一章探讨的是欲望2字，黄梅和金蝉子代表了2个极端。黄梅认为欲望乃6根诞生，不纵欲，诸行了无生趣，人有欲望是必然。金蝉子则认为欲望就不应该存在世界上，他们分别待在天平的2个端点，而夹在中间的就是所谓的烧香拜佛的信徒们。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不尊佛，一个见佛便拜，谁又能说在他们身上的东西不是执念呢？另外，我认为本章还有着对傲慢的阐述。黄梅的傲慢自不必多说，在他的眼里如来都不如他。那金蝉子呢？金蝉子自身又是另一个极端，他没有任何自身的欲望，只想要普度众生，认为师兄争输赢而倒果为因的行为可叹可笑。只不过他也是6根清净极端的傲慢。在这2个思想斗争下受苦的人是谁呢？于黄梅，那当然是在雪地里冻死的信徒；于金蝉子，他的徒弟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的下场。所以黄梅才说，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高高在上，有些人就只配磕头烧香？你总说修行是成佛的道路，既然每个佛追求都不一样，那谁来定义什么样的事情是修行呢？第3章结尾的动画名字单字一个屁。还记得盂兰会上师尊说过，众生之苦多因不守戒律，放情纵欲。黄梅认为这就是在放屁。在海滩上2人讨论的那一幕里，本身就是2个处境不同的人在傲慢地评价别人的世界观，因为他们的屁股不一样，所以讨论的东西其实就是在放屁。纵欲、禁欲都是2个极端，所以才会有中庸思想的出现。不纵欲、不禁欲，而是正视欲望的存在。人之所以有道德，就是懂得控制欲望。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也无非都是被柴米油盐所困，夹在中间迷茫的求道者罢了。
记得关注加3连。下期让我们继续讲述第4回曲渡紫渊，看看在盘丝岭天命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